运气加巧合等于无敌，就算你是个傻子，都能干掉一窝杀手。巧合流喜剧电影《山中情》，老金是个不为人知的喜剧演员，同时还是个顶级渣男。他的日常就是开车出去鬼混，独特的停车技巧让他从来都不被车位发收，而且他从来不交停车费。那管理员能惯着他吗？直接开一张罚单。老金的做法特别牛，转头把罚单贴在了警车上，实在是太嚣张了，必须1级警戒，全程覆盖式罚单打击。那1级警戒能有多夸张？人肉 GPS 全程定位老金，实时跟踪他和谁鬼混。那老金能有这样的待遇，那是因为他女朋友就是管理员。与此同时，某个商场里，一个杀手确认了目标想去快照厅里拍张照，那万没想到这玩意儿还能拍1照。不久后，老金也来到了商场，经纪人忍不住吐槽：“你这是什么打扮呢？不知道今天试的是杀手的戏吗？不知道你还有个竞争对手吗？”刚说完，俩人就看到了刚才的杀手。经纪人说：“这肯定是另一个了，你瞅瞅人家的气质，你有一点竞争力吗？”老金表示：“我有办法。”刚才的谋杀案上了电视，一个男人自豪地说：“看吧，这就是我们的杀手，行动迅速，干净利落。”但客人说：“杀手这么嚣张，不怕被警察查到吗？”这你就不懂了。顶级杀手非常谨慎，我都没看过他的真面目，每次见面都是不一样的脸，你说警察能查到吗？另一边，老金和杀手一起上了电梯，看到对方也去10楼，老金确定是竞争对手没错了。老金的办法就是拖延时间，自己去面试。果然是大电影公司，办公室都是2个房间挨着。老金随便按了个门铃，说自己是来签合同的。开门的人一看，果然又换了一张面孔。听说顶级杀手来了，负责人赶紧让客户躲起来。通过单向玻璃观察，老金看房间里没人，干脆自己先练一练。怎么样？这身手是不是叹为观止？向客户推销完后，负责人出来了，拿出了一张照片，说这个人是个军火奸商，卖给非洲兄弟的武器都是假货，反向发射，开枪先打自己。现在非洲兄弟想要报仇，果然这是一个杀手的戏。刚想要表现一些演技，结果负责人直接把片酬给了，还给了他一张机票，让他乘坐这班飞机去，并且还给他准备了道具，让他去要你命3000旗舰店拿。面试竟然这么容易，导演肯定发现了我的演技。他刚走，杀手也换完衣服了，去负责人的办公室一看，没人，难道是在另一个房间？果然立刻有人来迎接他了。导演看到他高兴坏了，这还用试戏吗？要不是知道你是演员，我真以为你是杀手呢。快赶紧拍个宣传照。老金把好消息告诉了经纪人，还拿出了军火商的照片。看，我要和这位老戏骨合作，你就看他这个眼神，肯定和我一样是默默无闻的实力派呀。事不宜迟，赶紧回去准备。但老金不知道，他早就被杀手盯上了。盯上他的还有警察。看到老金从业几十年唯一的作品狗粮广告，警长非常的愤怒。杀手这么嚣张吗？还敢拍广告？探员阿珍表示，他隐藏的确实很好，一直在小剧院跑龙套。不知道的真以为他是个小演员呢。本来这就是个黑吃黑的事儿，警长完全可以让他们狗咬狗，但他竟然敢拍广告，这简直就是在挑衅我们呢，必须要抓住他。阿珍假扮成了粉丝接近老金，老金立刻犯了渣男病，结果被管理员们看见了，立刻通知了他的女朋友。女朋友气到不行决定做点家务发泄一下。收拾一下老金的衣服，还给他熬了一锅黑椒唱片。没多久，一辆车开到了楼下，顶级杀手找过来了。身为顶级杀手，开个锁自然是小菜一碟。女朋友以为教训了老金，但老金才刚刚回来，还说要带他出去旅游。女朋友表示，你又骗我，你还说过要和我结婚呢，但你也得先离婚呢。没错，老金结婚了，但是他不能离，因为他妻子是个盲人。抛弃盲人多残忍呢。此时杀手醒了过来，出门就看到了自己被撞坏的车灯。老金没看出来是杀手非常抱歉，这锅原本是要泼自己的，杀人诛心是吧？杀手直接去后备箱拿枪，但这时候老金准备出发了。天亮后，老金来到了要你命3000旗舰店，店主给他准备了一把剧毒雨伞，刚要告诉他使用方法，但老金的表演欲上来了，非要给老板表演一段。
好在负责人打来了电话，老金这才停止了自杀式表演。那确定老金拿到道具，负责人很满意。结果一转头看到了老金的狗粮广告，恍然大悟啊，把自己被人给耍了。而这边老金刚刚离开，老板就给军火商打了电话，他早就被人收买了。那军火商问他杀手长什么样啊？金色卷发，蓝色眼睛，发际线贼高，有点癫狂，是个非常危险的疯子。那军火商早有准备，他找了业内知名杀手，让他去干掉老金。那女朋友和自己分手了，老金就带了刚认识的阿珍一起走。那临出发时，他特意去了妻子的花店，随手把毒伞插在了门口。那先是和妻子道个别，然后再给阿珍买束花。那妻子说她的男朋友想和她结婚，真是太烦人了。老金说巧了，那我也是。那这时候妻子的男朋友来了，老金瞬间拿起雨伞，然后装成盲人走了出去。那看到了吧，我丈夫是盲人，抛弃盲人，那太残忍了。老金和阿珍上了飞机，那杀手也上了飞机，随时都在找机会。但老金觉得这雨伞有点当害啊，随手就插到了座位空隙。那机场里军火商的助手正在观察，他在等老金的尸体。结果他等到的是自家杀手的尸体，立刻打电话向军火商汇报，那自己杀杀手的杀手被杀了。军火商特别的愤怒。那助手说你放心，这次我亲自出马。那经纪人也来接老金了，那这次他带着老婆孩子一起来的，但他老婆那好像有点不高兴。那出了机场，阿珍去买水，经纪人带着孩子们去开车，就剩下了老金、经纪人老婆还有他俩的孩子。老金带着新女人，他很不高兴，就告诉孩子们，那叔叔带的那把伞很好玩的。孩子们抢着要玩，那不小心把伞给打开了。那经纪人看不到路，车被开得晃来晃去。那远处的助手无法瞄准，那不愧是顶级杀手啊！难道他发现我了？啊，不管了，直接开枪，结果打中了车顶的橡皮艇啊！这下是彻底看不见了。经纪人猛打方向盘，助手来不及闪躲。那晚上军火商搞了派对，电视台都在采访他。那老金看到兴奋不已，看到老戏骨已经开拍了，自己必须马上到位呀。那听说这个人是保镖，那上去就打招呼，你好，我是杀手，多多指教。那金色卷发，蓝色眼睛，发际线贼高。保镖立刻去找了军火商，军火商决定和他谈一谈，但没想到老金却告诉他，你别着急，我马上去杀你啊！果然癫狂，果然危险。军火商让保镖先下手，然而之前的顶级杀手早来一步。那等老金回来的时候，发现窗帘下有双皮鞋。那杀手现在有1万个理由杀他，但老金也不甘示弱。那不服气是吧？想抢我的戏是吧？但毕竟人家是专业的，老金最后被扔了出去。那看到摄影师已经在拍了啊，他赶紧冲上去抢镜头。那就在这个时候，顶级杀手找到了位置，直接扔出毒伞，军火商当场身亡。老金赶紧抗议，那我才是主演，你瞎抢什么戏？直到有人说军火商真死了，老金懵了，而杀手举枪瞄准了他。那关键时刻阿珍出手了，干掉了顶级杀手。老金以为阿珍在救自己啊，感动的要和他结婚。那阿珍看不下去了，就告诉了他真相。老金终于知道怎么回事了。那阿珍也知道了，他就是一个龙套演员。不过老金突然有了灵感，把这事写成了剧本，还拉到了杀手负责人的投资。他和阿珍主演，在电影节大获成功。那电影到这就结束了。那法国喜剧果然是遥遥领先。这部1980年的电影设计，那保守估计被借鉴了数十次，甚至是这几年上映的电影，你都能看到这部电影的影子。那么这就到这吧，咱们下期见，么么哒。